近日，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参加完由英法牵头组织的志愿联盟线上会议后，传达出一个关键信息，那就是向乌克兰派遣维和部队的计划已经进入了实际行动阶段。他认为欧洲还需要继续向俄罗斯方面施压，而英法组建的维和部队做法不免让人联想到已经存在的联合国维和部队。那么维和部队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力量？我们今天就从联合国部队身上去寻找答案。目前，联合国维和部队共有超过81000名现役人员，年度资金预算接近70亿美元。其中呢，美国出资最多，英法德日等国的出资占比也不少。还有许多国家自愿提供额外帮助来维持维和部队的行动。作为一支主要以步兵形式四处执行维和的部队，可以说已经是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而根据欧洲媒体报道，正在组建的乌克兰维和部队今后兵力可能会超过1万人，大部分士兵会来自英法两国，会有35个国家为这支部队提供武器装备、后勤以及情报方面的支持。考虑到其与联合国维和部队确实具备一定的相似性，我们或许能够从现有的维和部队身上找到乌克兰维和部队今后的影子。所谓的维和部队当然是有战才会有和，我们今天看到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就是起始于1948年。二战结束后，各国希望建立一个能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的机制。除了要建立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来协调国际事务外，还需要建立一支专门的部队，来作为一种第三方监督力量，去进驻到各个发生冲突的地区。当地区内的冲突各方达成停火协议后，维和部队就能作为一种监督力量，观察和平协议是否得到履行，来推动地区局势恢复稳定，并保证区域内基本人道主义措施的执行。也就是说，维和部队绝对中立，不介入冲突，但还是拥有自我防卫和保护平民的权利。比如1949年第一次印巴战争结束后，联合国就派遣了观察团在印巴边境监测边境停火情况。不过真正彰显出维和部队作用的事件还要数1956年的苏伊士危机。当时埃及提出要将苏伊士运河国有化，英国、法国对此大为不满，与埃及之间的冲突一触即发。为了防止冲突演变为战争，联合国安理会就派遣了多国特遣部队部署到埃及边境地区，来建立一条停战分界线，保证各方不会擦枪走火。时任联合国秘书长达格·马哈什尔德和时任加拿大外交部长的莱斯特·皮尔逊都为特遣部队的进驻出了力。最后有来自11个国家的部队在1956年年底抵达埃及边境，开始执行和平监督任务。到57年2月后，特遣部队的规模已经超过6000人，涵盖了美国、巴西、加拿大、印度以及挪威和瑞典等多个国家的兵力。而最后一支特遣部队直到1967年6月才撤出该地区。值得一提的是，这支部队呢佩戴了标志性的蓝色头盔，并执行了监督停火和隔离冲突双方等多项任务，被认为是联合国维和部队的真正起源。他们会通过巡逻、设立观察点等方式，密切关注各方的军事动作，及时上报那些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军事观察也是维和部队的重要职责，维和人员会收集冲突地区的情报，包括各方兵力部署、武器装备等情况，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提供制定和平方案的现实依据。从某种意义上也扮演了侦察兵的角色，并且为了顺利执行任务，维和部队也是有一定装备投入的。例如在1956到1967年的苏伊士运河地区行动中，维和部队就启用了 DHC-3水塔飞机以及 DHC-4 巡路短距起降运输机。随着时间推移呢，维和部队的职能也不断拓展，除了传统的监督停火和军事观察外，还涵盖了人道救援以及基础设施重建等多个层面。例如90年代的波黑危机中，维和部队通过设立缓冲区，有效减少了冲突各方的军事摩擦。
在2010年的海地地震中，维和部队也协助国际人道组织运送物资、搭建临时避难所，为受灾民众提供必要的援助。甚至一些国家的政治制度重建中，维和部队也是一支积极奔走的势力。维和部队协会组织和监督政府选举，确保选举公平公正地进行。例如，在1993年的柬埔寨大选中，维和部队就为整个选举过程提供了安全保障和技术支持。至于重建基础设施，就更不用说了。如果盘点起工程建设方面的历史，维和部队真的是修过路、修过桥，还建了不少学校。例如，在阿富汗执勤期间，联合国维和部队就在当地重建了许多基础设施，改善当地民众的生活条件。不过说到这里啊，大家心里可能会产生一个误区，就是维和部队一直都是好好先生，虽然带枪，却从来没用过。然而现实并非如此，维和部队的本质还是一支军事部队，真到了执行任务的时候，一样会发起作战行动。我们下面就简单盘点一下维和部队在历史上的开火行动。其实就在24年11月，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还曾展开过作战行动。当时是来自法国的维和部队在巡逻中发现了真主党武装的军火库，3名真主党武装分子不知是否是因为担心消息败露，向法国维和部队的车组射击。不过维和部队当时乘坐的是装甲车辆，区区30发子弹也奈何不了他们。按照相关规定，法国维和部队直接选择脱离接触，先行离开也是一种选择。但法国维和部队并没有这样做，他们依托装甲车火力成功压制了真主党武装分子。直到整个交火事件结束，维和部队依旧保持着人员零伤亡记录，可见法国部队的战术素养确实还不错。这次行动呢，也是联合国驻黎巴嫩部队首次在可以撤离的情况下选择对真主党武装开火，并且交火时间发生后，维和部队还对真主党表示了强烈不满，并要求黎巴嫩政府军出动搜查那些开火武装分子，以保障维和部队的安全。当然，这样的交火事件在维和部队的历史行动中依旧是属于少数。如果不是法国维和部队态度比较强硬，可能还真的打不起来。而美军在维和行动中的作风呢，就显得更为强硬了。事实上，在1993年的摩加迪沙战役中，也就是俗称的黑鹰坠落事件里，就有联合国部队的身影。当时的索马里行动中，美军主要是以联合特遣部队的名义出动，这是一支由美国领导的联合国批准设立的多国军事部队。这支部队在1992年12月5号到93年5月4号期间部署在索马里，任务目标是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为索马里人道主义行动创造一个安全的执勤环境。虽然特遣部队的主体是28000名美军士兵，但是整个部队总兵力大约有37000人，还有来自其他国家的数十支武装部队，其中包括澳大利亚皇家军团第一营，以及法国、比利时、加拿大、埃及、德国和印度、意大利、沙特、瑞典等多支国家的部队。虽然上述各个国家特遣队呢都是由美国中央司令部协调和监督的，但在具体的行动过程中，其实每个国家的武装作风呢都不一样。例如，意大利部队曾被指控贿赂索马里当地民兵，以换取表面和平迹象，而法国外籍军团则被认为在行动中出现了过度使用武力的情况。我们从上述这些指控中也不难看出啊，即使都在联合国的授权下行动，即使执行的都是地区局势控制任务，来自不同国家的部队在行动上也会有不同特点。像是美国和法国这样自身军力比较强的国家，在维和行动中表现的都更积极，更愿意使用武力解决问题，而像其他国家基本上就很少开火。既然如此，新的问题又来了，那就是不同国家的行动风格是否受到了部队来源国的装备水平影响呢？我们接下来一起聊一聊。事实上，维和部队的装备来源通常就分为本国提供和联合国调配两种。像是美国和法国这样的装备先进国家，不仅是本国部队喜欢用自家武器，武器本身的性能也足够先进，两种情况一叠加，自然在行动中就更有自信。
有朋友可能会说，维和部队毕竟只是一个监督部队，使用的武器都是以轻武器为主，各国装备水平会有很大影响吗？其实这还真不一定，因为维和部队也是会装备火炮和装甲车这样的装备的。例如以色列生产的 AMOS 2000型155毫米卡车炮，最大射程超过40公里，依靠6×6越野卡车底盘行动，可以携带27枚155毫米炮弹出动作战，射速每分钟4到9发，威力相当可观。那些装备有这种火炮的部队，在维和任务中还是有极大的火力优势的。至于装甲载具优势方面，就更不用说了。以葡萄牙维和部队曾经采购的潘德8×8轮式装甲车和 VAMTAC ST5 4×4轻型装甲车为例，潘德2型装甲车呢，是由奥地利的斯泰尔普赫公司在20世纪90年代末在潘德1基础上改编而来的，车长是 7.02 公尺，战斗权重22吨。在动力配置方面，使用了康明斯 HPCR 6缸涡轮增压柴油机，最大功率449马力，车体采用了高强度钢装甲，可以抵御 7.62 毫米穿甲弹和炮弹破片的打击。正面附加装甲还可以抵挡 14.5 毫米穿甲弹的直射，并且车底呢为间隔装甲结构，具备防地雷能力，最大行驶里程为700公里。对于维和部队而言，是安全的移动载具。该车呢还具备2栖能力，车尾配备了喷水推进器，车手安装防浪板，水上速度可达10公里每小时。在火力方面，潘德2也装备了105毫米主炮以及30毫米自动炮，或者是遥控武器站。可以说，对于大部分武装分子而言，潘德2都是维和部队手中的利器。所以，即使是维和部队有更好的武器装备，也是行动成功的保障。总的来看呢，维和部队在维护国际和平安全、缓解地区冲突方面，还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1948年首次部署军事观察员以来，联合国已经展开了70多项维和行动，参与国家超过120个，累计派遣维和人员达到100余万。维和部队通过监督停火、隔离冲突双方等措施，有效降低了各地冲突的激烈程度，为和平解决争端创造条件。至于英法两国今后为乌克兰打造的欧洲维和部队，究竟能否起到和联合国维和部队相近的效果，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发表看法。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节目再见。